相爷，请坐。相爷营夜来访，可是有何急事啊？包大人，该着急的应该是你吧？你怎么反倒像没事人一般呢？相爷此话怎讲？皇上下旨要你去陈州督镇，你怎么竟然把安乐侯庞玉给铡了呢？那庞玉克扣赈粮，私吞赈银，更假借赈灾之名，广征民工，营造私宰，强裸民女，成其私欲。数十万灾民非但未蒙朝廷恤灾之力，反遭欺压荼毒之害。包拯既然奉旨督政，若不杀他，岂非有亏职守，愧对皇上？老夫早该知道，当初皇上让包大人前去陈州督镇，那就注定了会要庞玉的性命。相爷，莫非相爷认为包拯处置失当，或是皇上指责包拯所为不该？不是，那倒不是，只是你好歹先禀奏过皇上，再办庞玉也不迟嘛。时势所逼，情非得已。若不当机立断将他处死，非但民愤难消，民怨难平，一旦饥民被逼，沦为盗贼，灾民被迫结为暴民，一场浩劫于焉而生。届时朝廷威信荡然无存，又岂是皇上所乐见？老夫也知道包大人言之有理，皇上也明白包大人所作无差，可是皇上毕竟要面对庞太师与庞娘娘嘛，这父子连心，姐弟情深，皇上实在不堪其扰啊。若是如此，且让包拯面见太师与娘娘，或可为皇上分忧。不，千万不可！皇上就是担心包大人与他们碰上，所以才要老夫半夜赶来知会你。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庞太师陪着庞娘娘前往陈州，为那庞玉料理后事，并且要老夫转告包大人，明日早朝之后前往御书房面圣。可是不准再提那庞玉的事了。是，包拯遵旨便是。还有，贼人夜闯进宫盗佩一案，皇上势必要追问，所以老夫特来提醒包大人要预做准备。那块玉佩对皇上至为重要，无论如何都得追回来，否则此事，恐怕是难以善了啊！多谢相爷提醒。还有一件事，相爷，看来包拯替相爷的确惹了不少麻烦呐。老夫要提的不是公事。哦，相爷请讲。听说包大人从陈州带回来一位亲眷。相爷何以得知？包大人一向公而忘私，夫人家小均在泸州老家，从未进京。这回从陈州带回一位亲眷，反倒轰动了京城啊！相爷取笑了，那是包拯一位失散多年的远房亲眷。哦，失散多年，得以重聚，倒也难得呀。相爷，这位老夫人不幸双目失明，大人将她带回京城，是要学生为老夫人治疗。哦，哪能治得好吗？学生尽力一试。好，既是包大人的亲眷，
不妨前来相府走动走动。老夫那位夫人呐，可是出了名的好客呀。是，多谢相爷抬爱，包拯日后定当安排。好，皇上交代的话，老夫都带到了。老夫想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。包大人连日奔波，想必累了，老夫不多打扰，就此告辞。包拯恭送相爷。不，你知道，老夫最怕麻烦人了。是，包拯遵命，相爷好走。想不到，老夫人进府的事居然传了出去。不碍事，公孙先生应对得体，应该不会弃人以斗。展护卫尚未回来，明日大人面圣之时，打算如何向皇上禀奏啊？实话实说。展护卫有把握把玉佩追回？回皇上，臣确信展护卫必能不负所托。那夜闯进宫盗佩流书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据展护卫指称，此人来自江湖，人称锦毛鼠白玉堂。只因皇上赐封展护卫玉猫称号，心生不服，故而入宫盗宝，意在逼展护卫出面，而并无不利于皇上之心。朕自诩无愧对于臣民百姓，倒也无惧。倘若惊吓到太后，岂非陷朕于不孝？你执掌开封，却让人闯入进宫，朕要听听你怎么说。回皇上，那白玉堂武艺超群，宫中卫士恐怕皆非其敌手，遭他闯入，是因力有未逮。然而包拯也难脱失职之嫌，请皇上下旨降罪，臣绝无怨言。皇上，案发之时，包大人与展护卫均不在京师，所谓鞭长莫及，还请皇上不罪免罚。行了，这点道理朕岂会不明白？只是那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是因为朕封展昭御猫之故，乍听起来怎么像是朕的过错了？臣惶恐，臣绝无此意，请皇上慎查。朕不是怪罪于你，只是不满那白玉堂。好了，一旦将他擒获，立刻把他带进宫来，朕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，竟然偷到朕的身上来。臣遵旨。对了，府上那位亲眷眼疾治得如何了？包大人休怪老夫，你携眷返京极不寻常，就连皇上都有所耳闻。皇上问起，老夫怎能不说？相爷，哎，的确不能怪王丞相，是朕主动提问的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事，包拯不敢因私务而惊动皇上。这就是包青的不对。你乃是朕的肱骨之臣，朕表示关心，难道不对吗？臣不敢。包大人，皇上是以仁孝治国，既然尊长有疾，子侄焉能不忧啊？包大人公务繁重，若是再为家务所累，岂不反倒让皇上心中不安了吗？这包拯绝不会因私害公。行了，朕知道你一向公而忘私，既然朕已开口询问，难道包青就不打算回话吗？臣不敢。那位老夫人正在府中由公孙先生整治，请皇上万勿挂心。好，
公孙先生神医神术，想必能够治愈。若需要宫中御医协助，宝卿尽管开口。谢皇上隆恩。照方抓药，细火慢煎，每日3副，饭后服用。是。公孙先生。老夫人，老身这对眼睛，你真的能治好吗？回老夫人，学生自信有8、9分的把握。若果真如此，公孙先生真不愧是老身的再造恩人了。学生不敢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务必要请老夫人全力配合。眼医治病，当遵医嘱，此乃天经地义之事，请公孙先生明讲。是。老夫人的眼疾非一朝一夕所致，实乃因思念亲人，过度忧伤。如今学生施以金针过血之术，再佐以明目活血之药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当可痊愈。不过在此期间，千万不可焦虑激动，否则恐会前功尽弃。这一点，尚请老夫人要多加克制。好，公孙先生的嘱咐，老身会牢记在心。多谢老夫人。公孙先生所言是真，亦或是只为了安抚老夫人？大人，两者皆有。学生担心大人追查此案之时，老夫人会饱受刺激，一旦过于激动，非但对病情不利，甚至有碍于大人查案，故而先期诱导，防患于未然。公孙先生果然顾虑周到。大人谬赞，但不知大人打算由何处查起？南清宫8王爷府。包大人若再不回来，本王可就手痒难耐了。果儿陈州事了，包拯就立刻赶回京了。哦，哼，没想到包大人也会口出狂语啊！不该，不该呀！王爷怎知包拯所言不实？哎，贼人夜闯进宫，盗配流书，惊扰圣驾。包大人难道不是为了此事赶回来的吗？的确难逃王爷法眼，正是为此。追查的如何了？展护卫已前往追击，日内当可将玉佩追回。那就好。若是追不回玉佩，皇上势必耿耿于怀，睡不安枕了。圣驾遭到惊扰，皇上心中不悦，包拯犹能理解。为了一方玉佩，让皇上耿耿于怀，却让包拯不解。此佩对皇上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包拯愿闻其详。那方玉佩原本是太宗皇帝生平最爱之物。先皇被立为太子之时，太宗皇帝便以此玉佩相赠。如此说来，那玉佩乃是先皇传于皇上的遗物。哎，不，皇兄当年将此佩赐予了一位宠妃。但不知是哪位娘娘。是，往事已矣，人事全非，不提也罢。那么玉佩又怎会到了皇上手中啊？皇上7岁那年被选立为太子，
进宫之日，偶遇这位皇娘，二人一见投缘，便以此佩相赠。自此，皇上终日随身佩戴，从不离身。此佩被盗，皇上自然难以释怀了。先皇遗物辗转重回皇上手中，也可称得上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了。这位皇娘对皇上期许甚深，而以仁孝二字相勉，这也是皇上立志以仁孝治国之因呢。难怪皇上对这玉佩如此在意。但不知那位皇娘如今又在何处？20年前便已因故身亡了。下棋，下棋，不说这些陈年往事了。是。展大人回来了，大人可在府中？大人去了八王爷府。公孙先生，公孙先生还在府中。展护卫辛苦了，可曾追回玉佩？信不辱命。太好了，如此一来，大人可以向皇上交代了。学生立刻通知大人。且慢，展昭有一事要和公孙先生商议。展护卫，请说。玉佩虽然追回，展某却没有将白玉堂带回来。啊！在大人回府之前，还请公孙先生帮忙想个对策。禀王爷，包大人侍卫求见。啊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惊扰王爷与大人下棋，请王爷恕罪。有什么事你就说吧。马汉，何事如此匆忙？回大人，展护卫回府了。王爷，展护卫回来了，想必是有结果了。包大人就回府看看吧。只是此局未了。哎，包大人总是先公后私的，这下棋是私事，包大人就请便吧。打搅了王爷的棋性了。嗨，棋日后可以再下，公事可不能不先办。包大人就别在意了。多谢王爷体恤，请。没想到这块玉佩之中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纠葛。展护卫此行可还顺利？回大人，献公道无属，不愧是侠义中人。比武较技虽在所难免，
最后，还是由白玉堂主动归还玉佩，并未多生枝节。白玉堂入宫盗佩，旨在展昭，目的既已达到，自然不再刁难。那白玉堂如今又在何处？仍在仙空岛。展护卫因何不将他一并带回归安？大人，白玉堂素无恶行，入宫盗宝也仅是一时冲动，故而属下并未将他带回。然而他夜闯进宫，惊扰圣驾，盗佩流书，行径嚣张。无论是否一时冲动，违法犯纪，却是事实。大人，那白玉堂来自江湖，江湖中人原本就没有法治观念。公孙先生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民。江湖中人又如何？难道江湖中人便能目无王法，恣意妄为？这展护卫，本府知道你也来自江湖，然而却随本府成为执法之人。倘若江湖人便可不遵王法，展护卫又将如何执法，如何服人？大人，展护卫追回玉佩，有功在先，纵放轻犯，却有过于后。依法论法，你难逃失职之嫌。属下明白。大人一向知法守法，执法护法，然而展昭遵从的却是江湖道义与人之常情。倘若因而触法，愿承担失职之罪，任凭大人惩处。大人，白玉堂虽然误触法网，却并没恶意，主动归还玉佩，更足见其以蒙悔意。即便是依法纠办，也该有情节轻重之分，蓄意与否之别，还请大人明鉴。公孙先生与展护卫心意，本府何尝不知？只是那白玉堂违法事实，本府绝不能坐视不管。至于判罚是轻是重，却并非本府所能左右啊。白玉堂所作所为，已然惊动圣驾。皇上震怒之余，下旨要亲自见他。倘若不能将白玉堂缉捕到案，又将如何向皇上复命？一旦白玉堂到案，圣意如何，那就更非我等所能预见。此案恐怕并不好办。大人何不先入宫还佩，然后视皇上动静再做决断？如今也只得如此了。不过还有一事，较此事更为重要，必须先让展护卫了解内情，日后才可以协助本府一并查案。莫非属下前往陷空岛之时，
还有重大案件发生。不错，而且此案势必远远超过展护卫所能臆测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将老夫人之事原原本本说于展护卫知晓。是。本府先去厢房，请老夫人验证这方玉佩。是他，是他，错不了。20年了，哀家做梦也没想到，这块玉佩还能出现在面前。娘娘目不能视，何以如此肯定？自从哀家被打入冷宫，日夜盼望先皇能够来看看哀家，听听哀家诉苦。可是先皇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冷宫估计，这块玉佩变成了哀家的唯一寄托，于是终日把玩于手掌之中，根本无需观看便能认得出来。当年娘娘怎会舍得将玉佩转赠于初封太子的皇上呢？一则，哀家对皇上的期盼已成了绝望；二则对皇儿一见如故，虽不知他是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哀家将思子之情完全倾注于他的身上，所以哀家才将这块玉佩转赠于他。娘娘当时恐怕对先皇已无恨意，否则也不会以仁孝2字期许皇上啊。宝卿，你如何得知当年哀家对皇儿所说的言语啊？回娘娘，皇上自登基以来，始至以仁孝2字治国。再者，八王爷也已向包拯提过此事。八贤王已知，哀家还在世上。不，八王爷不知道。包拯以为时机尚未成熟，故而未向王爷禀报，还请娘娘勿怪。既然哀家将此事全部交给包拯处理，一切就听你的安排。只是何时才是时机成熟呢？皇上对娘娘所赠玉佩珍如至宝，包拯想借机试探圣意如何。同时陈琳陈公公也已告劳退隐，必须查明他如今的居处。唯有待陈琳来到，查明所有相关细节之后，方可谓时机成熟。届时包拯定会想出办法，让娘娘的冤屈一并平反。哀家一切就听包卿安排。谢娘娘，还请娘娘赐还玉佩，包拯也好进宫复旨。真没想到，他会将这块玉佩一直珍惜爱着。宝卿说的对，皇儿一定是位仁德的好皇帝。玉佩追回，请皇上御来。
不错，正是此配。抱请平身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玉佩失而复得。是展护卫追回来的？是。展护卫安在？为何不随包青一起入宫呢？回皇上，展护卫自承有罪，待皇上宣诏，方敢入宫。展护卫何罪之有啊？追回玉佩乃大功一件，朕奖赏他有恐不及啊！白玉堂入宫盗宝，惊扰圣驾，乃是针对展护卫而来。展护卫自责，因虚名而让皇上增烦添忧。那也不能怪展护卫啊，该追究的是那目无王法的白玉堂。白玉堂自知有错，故而主动归还玉佩。主动归还？是。展护卫顾及江湖道义，故而未将白玉堂拘捕到案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白玉堂进宫盗宝，惊扰了朕，就因为他主动归还玉佩，就不予计较。展护卫不将他拘捕归案，岂不失职？展护卫自承有罪，指的正是失职之罪。不行，展护卫认罪也好，不认罪也罢，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白玉堂，还是要依法拘捕。臣遵旨。至于展护卫，皇上，展护卫追佩有功，赶请皇上恕其失职之罪。是啊，若不是展护卫独闯贼窟，这方玉佩恐怕永远追不回来了。展护卫追回玉佩有功，朕自会加以奖赏。然而白玉堂仍要由展昭负责擒拿归案，朕可以不再追究他的失职之罪。皇上坚持要展护卫把白玉堂抓回来。我不会去抓他。可是你若不抓，皇上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只有听凭皇上了。展护卫，我亲口答应过卢庄主，不会将白玉堂缉捕归案。本府明白。那大人打算如何向皇上回复呢？本府尚无对策。可是展护卫，老夫人一案，展护卫可都明白了。公孙先生，你对属下说了，真没想到世上竟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错，的确很难让人置信。此案才是当务之急。是否将白玉堂拘捕到案，已经不是那么急切了。糟了！这下可麻烦了。二弟呀，什么事你慢慢说。老五他走了。走了？去哪儿了？他留了封书信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四位兄长如晤，弟夜闯进宫，盗宝留书，原为与展昭斗气。岂知展昭凶尽气度，无不令弟折服。玉佩虽已归还，却
仍有未了之事。白玉堂若不认罪归案，非但展昭难以交差，包大人也必受牵连。一错不能再错，决意前往开封府投案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此去无论包大人如何惩处，均与4位兄长无关。切勿以弟之生死为念，玉堂百败。不妙啊！武帝去开封府投案了。武帝是不是疯了？如果包大人真定他的罪，他非死不可。是啊，大哥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大哥，我们把他追回来。不，武帝的脾气大家都知道，他既然决定去开封府投案，就算是追上他，他也不会回头。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啊！三弟，平时你最为冷静，你说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如果他存心去死，我们就随他去。老三，你这说什么话呀你？是啊，三哥，我们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，说什么也不能不管呀。三弟啊，你这个说法谁都不能接受，这也不像是平日的作风啊。大哥，按我平日作风，我会怎么办？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啊！我现在正是此意。对，三弟说的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武帝犯了错，也就是我兄弟的错。武帝如果被处死，我们也一起死。好，老三，我们一起啊，陪老五去开封府自首。老四，你怎么说？能不死，当然最好不过。啊？不过要是非死不可，那就死吧，反正一起作伴。本府今日在宫中，已查得陈琳陈公公的退隐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明日寻个名目，让张龙、赵虎出京，带着本府手书前去将他接来。要想查明当年情形，非他不可。是，学生会做安排。大人，可有用得到展昭之处？太妃娘娘的安全，还是要劳展护卫负责。府衙之中虽然戒备森严，但仍然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明白。在陈琳回京之前，本府会与八王爷多做接触。倘若能探得他的口风，对日后也方便许多。大人，拘捕白玉堂归案之事，若是皇上下旨催办，大人打算如何应对呢？暂且顾不得了。娘娘进京之事，连皇上都有耳闻，只怕会夜长梦多啊。